后而去。This is the future. 所有人都得死。先说结论，结论是冰刀是鳄鱼的一件抓单装备，它战斗力可能不是很高，但是你想处理边线的跳蚤，非冰刀不可。因为当你第2件、第3件的时候，你比如说哈，我这把一定是战斧重伤刀的开局，我才能保证前期的对线该拿的东西拿到。这个时候战斧重伤刀之后补死5跟补黑切跟补冰刀跟补破败的区别，这很难区分，真的很难区分。真的，同样战斧大重伤刀的开局，这2件是用来打对线用的，这2件变了，我对线的东西就打不出来。在同样这2件装备买的情况下，你们分得出来吗？补黑切跟补死5，就第3件怎么选？黑切、死5、破败、冰刀怎么选？很难，这个很难，真的要很高的游戏场次你才能做对选择。我这把就做错了选择，我这把装备就出的不好，而且我直到游戏结束我才想得通这一点。最后一波赢的那一手，赢一手冰刀，但是说实话，不把这一整局看下来，你根本不会觉得冰刀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。我拿瓶水，这样说话太渴了。正常对线换血拉起来，剑姬1级已经快麻了，拿了一个人头没消费，装逼不回家不消费，我这1级把他打麻了，这对线感觉没什么好看的，对线平平无奇，一条命打了他2条命，但之后我优势不是很大，我不知道剑姬去哪里吃了一个头，我不知道剑姬去哪里吃了个人头。我这开局不好的2比6的开局，这把有很多转折，我们中期打回来了，但我们中期的难点又不一样了，不是没钱，不是没发育，我这1条命还没回过家的，他已经是回过家的剑姬了。我现在一个出门装7分多钟，我把塔吃的差不多了，我没有点爆破的鳄鱼，这个对线也不用多说了。总之对线也很精彩，但我现在不想强调对线。对线你们平常也都看多了，8分钟基本上吃了稀巴烂。如果带爆破，你妈的，老子要爆他塔了。感觉自己优势很大，回家攻击力全部拉满，但是这波我没闪，没点燃，剑姬双招，我这波快一点，我快进啊！我犯了波病的，我出门装把剑姬打成这逼样，吃了这个塔，我现在有点松懈，只能说上线有点松懈，掉以轻心了。我被他杀了一波回去，他双招这波也确实难防，这波技能空了，不该离他这么近的，一个撕破还不了手，有大没有用，双招没办法，明明优势很大了，我一波看我掉多少东西。这什么段位忘了，大师吧，我是大师。一波回到解放前，剑姬杀我一波，亏多少线不谈，一波给老子塔吃成什么逼样了，吃烂掉了。再看一下整体局势，再一看剑姬，老子把他摁着打，但他妈的他有3个头，开局混一个，不知道在哪又混一个，现在把我杀一个，3个头，10分钟战斧。你看他把镀层一吃，加上这人头，加上50刀，10分钟战斧，老子有点烦。这个局势，本来以为我无敌了，上线没双招，被宰一次，直接
裤衩子亏没了，他一波给老子塔满血啃没了。想看看怎么打出这种优势，这纯基本功啊！这东西你平常自己琢磨就行了，我没什么好讲，基本功自己琢磨就行了。平常多看看录像，多对比，你会发现你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，主播能打得出来。这把到最后，如果还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付一下对线。打剑姬，我感觉这个死刑加点攻击力的优先级比布甲鞋要高。布甲鞋要么对线期出，对线期不出，战斧之后，我感觉得先死刑再买布甲鞋，要不然对抗性不强。我这波上线买死刑跟买布甲鞋战斗力感觉有点不一样，感觉这个剑姬有点畜生，有点冲，并且发育跟我跟的有点近。我现在点了2级 W。如果剑姬一直跟我打下去，我会把 W 点满；如果剑姬不跟我打，我会开始点点 E。我现在对 EW 很灵活，这2个技能加点很灵活，可选性很多。具体考量标准应该是剑姬冲不冲我。看第一视角吧，有代入感一点。来看这波，看第一视角，剑姬没什么状态，我觉得他是毙了的。此时此刻，我如果接着推线，我推过去，剑姬奥塔吃线，那就陷入一个对刷的状态。我现在进野区搞事情，剑姬要么直接来，他来我就走，我上线不调兵，他不来我白赚一个蓝 buff。剑姬回家我是很清楚的，他那个时候没状态。今天下午打的，我怎么想的我很清楚。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活动很清楚，我现在很怕剑姬从哪里找出来，因为在野区单挑我不好卡破绽，我不是他对手，未必是他对手，我很怕，但是偷完了就没事了。整体局势不好，现在还是属于一个对线状态，我们俩装备不分伯仲，他肯定不服我。最后看对线吧，对线这东西我感觉是最基本的，最不值得看的，但你们反而对对线感兴趣。但这游戏要赢，对线可真的就占30%。我这个对线，我那个开局打到了，一波回到解放前，就此时此刻的局面，你觉得你能赢吗？下路一个卢娜，就此时此刻这个局面打不下去了呀，这个局打不下去了呀。我赢了没有这把？我这把赢了，我这把赢了。你都没有打下去的欲望，自己面对个剑姬13分钟了还没优势，对线真的是最轻的一环。我感觉剑姬不还手了，所以我点了2级 E。这剑姬水平不是很够，他上波就是这样缩我，直接杀掉的。这波缩我做好防守了，我是 E 退着打的，勾引的很成功。上野打一波2v2，这波2v2赢一手，鳄鱼勾引。他上波就是这样双招把我缩掉的，这波我有刻意的在保护自己了，拿到1点，打回1点东西，但打剑姬这种优势远远不够，这根本不够赢游戏。我现在这波虽然赢了，只不过是给这局游戏续了口命，本来是败局已定，但这波赢了之后，我们有还手空间了。剑姬没大，一个人我不是很怕，但是对面打野再来，我必死无疑，所以这个塔我贪不得。快走，我想把钱消费掉，我会买布甲鞋。布甲鞋买了之后，钱应该是只够一个战锤的。当时还在想，这个战锤要不要补黑蝎，因为这个剑姬的发育，我需要足够强的单线能力才打得过。我这波团的经济应该是一个布甲鞋，一个战锤。多出来的钱买个红水晶吧，应该是这么买的。无论是黑蝎还是重伤刀，卡经济就补重伤刀。如果这波玩得舒服玩得顺，我会回家补黑蝎的。补完黑蝎局势跟我补了重伤刀局势就不太一样。我得消费那个经济，我得消费我上路卡掉了，经济没什么蓝。
知道打野位置，感觉他这波状态不好，我这波就打得很装，双 E 直接交了，看他反不反打。鳄鱼是没有追剑姬能力的，你反打我才有操作空间，你不打我，我没办法。现在峡谷有个空档，我怎么想的？推波线，打野露头了，那等于没人在打先锋。我现在去先锋探视野。打野在附近，打野如果不在先锋，就在我们野区。但对面辅助在我边上，我很烦。找到打野了，但是留不住。他辅助战斗分离就在背后，不敢留。但这个先锋我肯定是不愿意拱手相让的，叫人。这波第一时间不打，那就是5打5。打野贴点先干上了，这是我鳄鱼最发力的一波团，鳄鱼选出来就打这个时间点。但是我打野被剑姬单切，我追对面打野没追死，我队友下路2个卢娜没发育的1-3 1-2过不来，死3个，先锋也丢了，13比18，鳄鱼对位剑姬，玩你妈！就是玩你妈的局。看一下怎么一步步赢的，这把真的很有看点。心态，这种局想赢下去，第一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心态。鳄鱼对位剑姬，此时此刻这发育真的心态不好就不想玩了。你一定要给每一局游戏一个赢的假设，一个可能，这种局你才稳得住心态，静得下心来去打下去。那现在外面的事我管不了，我现在上波没打成，对吧？卡装备了，只能把中上刀买了。现在此时此刻只能是尽量不被剑姬拖开发育，所以我得补等级。团战小龙肯定是要不了的，打就输。剑姬这个发育对抗性会很强，所以这一个加点我点在 W 上。他会打得很猖狂。12级打11级剑姬很 buff， 我觉得不太打得过，但我不能怕他，咬他一口，勾引。他开大说我11级，卡死左边的破绽，他发现破绽被我卡死了，他也不摁追我，被 EZ 刮个大，再回头，我不能怕他，这把我怕他没得打，没得赢，我必须跟他操作，输赢我都得认。OG 8K 赢他妈一刀，小老虎你不能怕他的，懂吧？我这波我没有信心赢他，但我必须得打。赢了吃等级，压他发育吃2塔，输了本来就是死局，不打哪有机会啊？本来就是死局。补了一大口，吃了2塔，收割一波上路野区。准备 B 的，但我记得还有故事，这波野区还有故事。猴子跟旁边特芬妮遭遇，我一上去，结果打野在我脸上，吃掉，助人头，打野死，连住剑姬，峰回路转，这就是我单杀的连锁反应，单杀2塔3个头。加龙 buff， 一波对面回到解放前，但你以为这就赢了吗？不，远远没有。看看进度条就知道这把有多么恐怖。我这波一波肥，2塔3个头的节奏，此时此刻再收掉这条大龙，我肥的流油，我的装备足够买任何一个大件。那么你们看对面的阵容，告诉我，此刻你会选择什么装备？此刻你会选择什么装备？
你现在任何大件都可以买，我身上的经济足以买任何一个大件，3100的经济，再刷刷野，买得起3300的装备。你的装备选择有很多，但我的推荐装备有黑切，有15，有冰刀，有破败。在这几个栏目里，你怎么选？为什么在这几个栏我就不介绍了？你会怎么选？黑切15，冰刀，破败。为什么这几个栏？因为对面是个剑姬，有剑姬说明是对面是单带阵容，单带阵容你需要保证单线1v1搞得定他，把他摁在边线，你才有在正面发挥的资格。要不然你在二塔底下缩着，他推了你的线就跑，推了你线就跑，永远是你队友顶他的压力。所以，我是要补单挑能力的装备，所以才在以上4个选项里选。你们选什么？蓝盾不考虑，黑切15，破败黑切15，破败。你们的选择只能说跟我有点像啊，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。我买了一件所有人都不会觉得错的装备，但是错了。这一波峰回路转，直接把所有东西全部打回来了，经济反超。我买了一件所有人都不会觉得有问题的装备，我买了一件黑切，我买了一件15。接下来看对面已经很明显了，单带体系，一个剑姬带，一个永恩带。我买一件15，我觉得当时觉得老对了，没什么毛病。但是此时此刻，如果对面是单带阵容，20分钟，我给你们看看人均护甲，剑姬的护甲145，减伤60%。不拿这些脆皮数吧，看我这波吧，我这波跟永恩遭遇。我觉得不是操作的问题，我不喜欢在自己操作上找问题。14级的永恩就零护甲，基础护甲给到了84，所受物理伤害减少46。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结论：此时此刻的鳄鱼没有穿透，打不动人，打不动人。我现在如果这件买的黑切，我这波应该一定能打过，但黑切不是我的推荐装备。我这波买黑切应该是能打过的。就这个时间点，如果对面是单带体系，鳄鱼感觉一定得买穿透。你现在买了15，你的定位就是个工具人。我买了15，但我不清楚自己的定位。当时我15信心满满，我感觉我挺能打的。我上波肥成这逼样，这永恩的装备什么破铜烂铁，2件都没有，我一个3件，我觉得战斗力碾压到老上去了。还有一个15不可取的地方，对面永恩魔法伤害，打野海妖真实伤害，剑姬百分比伤害，都不是很怕你15的护甲。我当时觉得15出的信心满满，之后总结15不对。当时这件15先看，我觉得装备碾压到天上去了。我3件，我觉得碾压，但没什么操作空间。我这波还刻意看了回放，我真的没有操作空间。这永恩就平砍，然后接个 QR 必中，对不对？我是辅 W 的鳄鱼，我的 ECD 很慢。我教完第一套，1上去，对不对？我发现我没有操作空间，而且没有坦度可言。这波买黑切，可能我的伤害就会好一点。我打永恩不会刮痧。这个时间点的鳄鱼，像我这种没有额外伤害、没有百分比、没有穿透的英雄，没有穿透，你就别指望你自己有多少伤害。如果买了黑切，这波应该是有点伤害。我当时死了这波，我觉得我应该买黑切。破败我也是不太推荐的。破败有它的定位，我给破败先定个位吧。破败是属于对面找你打的时候，你能打出比较强的单线战斗力。但对面不找你打，给你风筝，给你拉扯，像剑姬 Q 你一下就跑，你破败是没什么用的。所以对位剑姬，我不会考虑破败。我当时觉得是应该买黑切的。我去外面打了波头台死了，剑姬直接开始12塔，发育的很爽。但对面杀我还是有代价的。
这边整体是一个1换3，不是很亏，但是压力慢慢来了。这个剑姬这波吃了个2塔，剑姬亏嘛？玩剑姬的、玩过上单的英雄都懂，他这种英雄一旦管不住，他可不管队友劣势不劣势，摸高地，还有优势吗？我感觉又没优势了。对面接着带下去，我们现在团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。经过刚才那一波大捷加上大龙加持下，我们团战正面团战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，因为整体经济优势摆在那里。那下路的卢锡安、娜美装备也渐渐成型，猴子、塞拉斯都还可以。但我们接下来看进度条就明白，我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单带压力。多少等级了？13级的剑姬，13级的剑姬，刚又吃了2塔，不犯币，战斧15。补个贪欲，补个提亚马特小剑，不犯币。这把没有特别的犯币选手，21比21，局势好像又僵持住了。我这把15已经买了，我又不能卖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自己的穿透有问题，但是我现在获取经济的速度十分有限，我只能慢慢去合黑切，抱团，我现在很想打团，但剑姬不打，我很烦，我很难受。两边小龙都没怎么拿，没办法靠小龙结束游戏，逼不了团。如果此时此刻能逼团，我相信我们能直接一举拿下。但现在剑姬单带，永恩单带，你们看接下来的操作，我这微操已经比较好了。你看剑姬频繁断 Q， 打不出破绽。发现问题没有？我留不住人。我第3件如果买一个黑蝎，相对来说我都能跟他跟得近一点，但我是15，我留不住人，所以我总结这把15我买的10分失败。当时这把我是没开直播打的，打完之后我总结这个15买的10分失败。我发现正面战斗力已经成型了，不是很需要我，但这个剑姬怎么搞？剑姬不犯币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剑姬不犯币，不送的，对线很弱。对线被老子8分钟能把上一塔拆掉，不弱。正常对拼，我卡破绽，他不硬打，给他硬打了，但也未必赢。捏了一手阿点燃，拿下了这波，我还不记得有这波单杀，无关痛痒，应该看得出来吧？这个时间点我上路一个单杀，2塔又不在，无关痛痒，单纯的升点等级，剑姬出来继续牵制你。你发现没有？我这装备我只能勾引剑姬跟我打，他主动跟我打，他才可能会死。他不跟我打，我完全留不到他，即使我队友来帮我，完全留不到。单杀剑姬又找到机会，动辅助，连锁反应有吗？可惜，没什么营养，这波单杀没什么营养，只是说没养爹，没把剑姬养得太舒服。毕竟对线实力还是摆在那里了，老子能8分钟把他塔吃完，就说明我的个人实力肯定是凌驾他太多了的。但这个时间点，说实话，打剑姬没那么好打，也还要点操作，这是跟对线不是一码事。局势还是僵在这里，24比22。剑姬现在又去下路带线，我这装备吃永恩吃不住的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？这要老鳄鱼才懂。3件套永恩，我3件套鳄鱼，我是吃不住这永恩的。我如果回家能掏出黑切的话，我现在打人才会掉血，要不然我打人纯刮痧。这个时间点的护甲真的打不动。我打了这把我才总结出来的，我以为我攻击力很高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时间点没穿透的鳄鱼就是工具人，你别指望自己可以打死人，你只打得死脆皮。大龙不记得拿了没有，但这局游戏拿了大龙也结束不了，
应该是没被抢，我感觉抢了要拉闸。现在塞拉斯、永恩这2个点单带都处理不了，并且也没人能帮我处理，我就是我们家单挑最猛。塞拉斯再次被剑姬单杀，剑姬再吃一座2塔，他的发育依旧没落下。15级剑姬打17级鳄鱼，压力不大的，懂的都懂。15级剑姬刚被我单杀一波，现在又吃了塞拉斯单杀人头经验，再加一座2塔，他们的局势不差。在蓝色方视角来说，这把真的还有了打，但正面团肯定不理智，还是靠永恩剑姬2个点单带。但我现在我肯定是求打正面团的，我肯定是往正面靠，求打正面团的。在中路顶了很久的卢锡安又被这个永恩吃掉1000块赏金，局势很尬。我现在很想打正面团，我在正面就直接想办法搞起来。我15就是打这种正面团有用的，我敢冲，这个团就是15的发挥。从头看起，你15就是打这种团战的，让我找到机会打了，并且我这把黑切已经有了，要不然我打人会很刮的，我打这种永恩会很刮。剑姬开大冲我拉扯一下，又搞出一波正面性的节奏。在卢锡安送掉1000的情况下，娜美1环4，但是还是他妈的结束不了游戏呀！鳄鱼面对这种后期单挑猛的英雄，最怕的就是结束不了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很烦。多少钱？赢了这波团1800，冰刀也遥遥无期，小龙也结束不了，小龙拿的也少，结束不了游戏，破了一路高地，怎么样呢？只要对面不跟我们打团守塔，还是尬在这里。冰刀不是你说有就有的，我打了这么久，赢了这么多团，上把赢的那么干脆，我这波也只够套出一个小青雨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当时的4件套打不赢那波团，那我小青雨都没有。真的，装备这东西环环相扣。就比如说你考虑的什么破败呀，什么蓝盾呀，就假设那局装备出的不好，出的不对，你就赢不了那实的那波团，你就赢不了实的那波对线。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卡装备，装备更新不了。我现在很想抱团，我很想跟对面打团，但是很可惜，这是第2条小龙，对面没压力呀。剑姬又在上路带线，怎么办？16级剑姬，18级鳄鱼有用吗？没用，很烦，结束不了。这把我跟你们说，到最后赢的那一波，我才总结出来一点。先看下去吧，3个人抓1个，卢锡安又被单切了，那说明卢锡安到点了，30分钟了，卢锡安不猛了，没啥用。我有黑切小加速，加上娜美的加速，这波还是给他追掉了。但你们估算一下剑姬的战斗力，3打1被他硬吃卢锡安，所以怎么评价呢？这剑姬只是打不过我，但是整体水平打这个分段足矣。同装备杀塞拉斯，同装备杀卢锡安，对他来说都很轻松。剑姬死了，打野不在，想尝试一波，但是永恩快活了，兵线被这个小红毛清的七七八八，上路的压力说实话不是很大，但我们在中路耗着毫无意义，只能避掉。冰刀够吗？还不够，发现没有？像这种高强度对局，你装备卡得很厉害的，你不是想买啥就能买啥的。穷的要死，刷兵，刷个冰刀经济出来，一边2条小龙，游戏结束不了。30分钟，我对我的未来感到很迷茫。
剑姬越打越猛，现在16，还有2级的等级可以提升，还有2件装备可以补。我对我的未来很迷茫，先把冰刀补了再说吧。这剑姬带哪，我只能象征性的去防守一下。他打我，我以一个防御的姿态跟他还手，我是没有追他的能力的。这波买了个冰刀，我对我的战斗力也是未知数。说实话，因为我真的很少打6神，但这局游戏结束之后，我对鳄鱼的6神有了重新的定义。装备很正常吧，也没什么很奇怪的地方，就跟 CD 高攻，2个穿透，对不对？有了冰刀之后，有一定的留人能力，但是剑姬巨9剑姬，他的生命值很强，他的生命值很高，我留得住他，但我打他纯刮痧的，我双穿打他纯刮痧，看得出来吧？我打他那个伤害纯刮。这波，但是因为有了冰刀，恰恰因为有了冰刀，我留得住他，给他挂上一定的减速，不然很难抓死他的。但抓死他有什么用呢？没用，缓解一下兵线压力。我带2塔有用吗？没有用。带完2塔，我带高地，面临复活的剑姬，要我跟剑姬打1v1，我不肯，我也没那个自信。包一下正面，看一下什么情况。这边打得很惨烈，活了一个打野，这边有个卢锡安，闪现收下 EZ， 冰刀减速追一下打野，大龙刚好刷新，再拿一条龙，3条大龙的局，但这个游戏怎么结束呀？连锁反应，这剑姬死了，连锁反应。这波团如果我鳄鱼不在，或者是说我鳄鱼再接着带这个高地拿个2塔，我装备已经满了，我对这个2塔没有渴望。你们看剑姬复活时间，我拆完2塔拆高地，痛血晶以前剑姬一定会活。然后这波团如果我不参，残局胜负未分，真的胜负未分。看一下这个残局。对面一个 EZ， 一个打野，我们家一个卢锡安，一个跟不了的娜美，这波不来，胜负未分，卢锡安死不死都不好说。我这波决策肯定是对的，我拆这个2塔毫无营养，拆完剑姬复活，对不对？这波决策也肯定是没毛病的。你犯任何一个错，你都打不出这个效果，但你全部都对了，也就搞你妈1条大龙，老子带这把打了3条大龙。但还是没有结束，还是那个问题，结束怎么终结比赛呀？我好烦呀！这局游戏痛点就在这里，前期劣势打回来了，打回来之后，妈的有人单带，你看3打1被这个剑姬到点了，35分钟的剑姬到点了，这没办法呀，乱秀，这有什么办法？身后跟着卢锡安，我还是有一定底气敢去追的。还被挡了，又去说卢锡安，你妈的，3打1杀了2个，你还要跑？还好没给他跑掉，但这个剑姬的经济等级，老子想想就头疼，管不住呀！拿了龙 buff 怎么办？推不上去呀！现在被他一个换了2个，对面4个人，准备动第3条小龙，那我怎么办？那我也只能去呀！这不去等死吗？怎么办？很烦。看一下时间点，35分钟了，35分钟的永恩我搞不定的，但是刀架在脖子上了，这龙你能让吗？你也没什么好让的呀，对不对？我只能参这波团。我此时此刻我打永恩，我不太打得过，我的战斗力只能说到点了，到点了，舍不得让这条龙。少2个人，我们少2个，对面少个剑姬，舍不得让，白给3个，这波危险信号。然后注意我这波一个很骚的举动，我把重伤给卖了，我补了把破败。
游戏就是从这个点，从我这套装备成型的点开始发现扭转，性质上才有点不一样的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死了3个，对面趁机推进，想推个高地吧，浪死个永恩，推得好就一波了。我们这波这2个人再一送，好像就一波了。死个永恩，干不了啥，龙也掉了。你看这局游戏始终就没办法结束。看最后一波怎么结束的。剑姬依然跟前面一样在上路给压力。我鳄鱼，我想了一下我身上的装备，黑切冰刀双穿加速加减速加黑切加破败的加减速，这个剑姬我打不打得过他我不知道，但我是留得住他的，我有一定的留人能力，所以我没有正常跟他吃线，我选择去绕了一个后，看他会不会再带线。开扫描发现他就在草里，这波慢速看一下，鳄鱼白 Q 减速 W 咬住减速，再 A 一下出破败加减速，拉扯不要让他打到背后的破绽，打到一个加速就很难受，拉扯没出后面的破绽，剑姬没有吃到加速，我第2个 W 好了，此时此刻的鳄鱼 W 没人算得到，所以我选择直接咬，咬完之后再加上 Q 加减速，再拉扯不让他出这个破绽，这个时候剑姬就被我留得很难受了，我队友来了才搞得抓得掉他，要不然这个剑姬真的好难抓好难抓的呀。这还差点杀不掉。正常倍速看一下微操，微操得有，装备也得有，有微操没装备你留不住他。看见没有，我无伤搞了剑姬半管血，这是个什么剑姬啊？这是个接近6神的剑姬。我无伤搞了剑姬半管血，并且把他留得很难受，他走不掉，加速 buff 吃不到。那这一波就相当于是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剑姬抓掉了，终于找到了抱团推进的机会。5打4，随便浪呀，随便装的呀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包赢。37分钟第一次找到这种机会，机会怎么来？我们很轻松的就把剑姬处理掉了，处理掉了我们才有抱团机会。我们能抱团，我们团战其实一直是优势。从我们20分钟拿了第1条大龙开始，我们团战其实一直是优势，但始终找不到抱团的机会。然后这局游戏结束之后，我好好回顾了一下，我就在琢磨我那个3件套。剑姬跟我打破败当然有用，但剑姬肯定不会跟我打，他肯定是溜着我玩的。我3件套买破败不合适，我3件套，我觉得我第3件应该买冰刀。一个是人均护甲到了，我那个时间点想单带，想自己单带有伤害，必须买穿透。正常的穿透装只有2件，一件黑切，一件冰刀。黑切给自己加速，冰刀给对面减速，相对来说这个留人能力方方面面冰刀会比较合适。冰刀完之后看整体阵容，冰刀打出来的东西，如果冰刀能很轻松的抓到剑姬，那么处理完剑姬就是团战时间，那么下一件应该是补15，补完15之后最后一件对位剑姬应该是补破败，如果是对位别的英雄可能也可以考虑补黑切。我觉得最终终极顺序应该是第3件冰刀，第4件15，然后我觉得如果我早买冰刀了，我应该会很早就能找到这种抱团推进的机会，应该很早就能结束掉，就不至于打到最后那么焦灼。你发现没有，这局游戏真的就是我这波无损抓掉剑姬结束的。你正常鳄鱼这波真的留不住他，我这波有多少留人装备啊？黑切加我的速，冰刀减他的速，
破败互相加减速，再加上我的拉扯，没让剑姬吃到任何一个加速 buff。这个时间点，剑姬的加速，我操，吃一个直接在天上飞的，碰都碰不到。他打一个破绽，随便500多移速，在天上飞，完全碰不到。但他这波移动速度就被我给打烂掉了。280、283、282、303、305、295，始终是吃不到自己的 buff。我不给你们讲装备顺序为什么了，反正该说的我说一下，这深究就没意思了。你们的建议我也不想听。兑现你们感兴趣吗？我感觉兑现太基本了，这东西你每把兑现都差不多的，只能说这个剑姬基本功不太行，只能说本地人。我打的是大师分段，跟我基本功是有差距的。他一级那波进攻失败之后，就没什么好讲的，就是正常压制，他找不到机会换血。每一次跟我有换血的想法的时候，他都会亏。有人看吗？我都不知道，没多少人。拿波线权，对线是最无聊的，因为你每把打的对线其实都差不多。而且，说实话，对线能力拉不开很大差距，我觉得。来进攻吧！双招都在，闪现 Q 加点燃伤害不够，闪现 AQ， 他能闪出去。他要回家了，但他之前一级团摸了个人头，他这波回家之后能打出很多钱的。我现在直接回家的话，我身上的可以补的装备没有剑姬好，我放回推线，这个剑姬补出的装备之后，我又感觉不是对手，所以这波先尽可能让这边小兵先死完，然后呢也不能让这个兵线彻底回推，因为他带着一大波兵加上优势装备，我肯定不是他对手的。所以等上波线死了差不多之后，下波线不能留太多，得适当性清一下。但现在要清这个兵又得掉怒气，我很烦。所以等他上线，我赶紧 Q 一下，把所有兵都 Q 一下，因为这个兵线我肯定不能让他回推的。我多兰盾打他十字镐，我一定要有兵线优势。这是这波兵线处理的动机。我现在十字镐打他，出门装打他十字镐。我凭借的就是我现在的兵线加上我身上的怒气，要不然怎么打？要不然打不了的呀。这属于换血手法，纯段位比他高就没什么好吹的。他段位也高的话，我就占不到那么大的便宜。这属于基本功，你跟高手打多了之后，你打下等马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很水。我对线都是带着防gank那个的，防gank是对线的。什么叫防gank对线？就是你对线的时候，你得保证对面打野来抓不死你的状态，你才算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对线。无论是有视野还是没视野，如果这波我没有 E， 我能活吗？对不对？像你们没视野，不知道打野位置，交 E 去消耗，你打野来你必死的呀。对不对？我不知道打野位置，我就不交易，我保持个这种状态，对不对？我都有操作空间，我双 E 加个闪现，我才能活。你像前面第一把复盘的兄弟，我操，3级打个石头人直接被抓死。你还是在个gank高峰期呢，我这个时间点还不是高峰期呢。十字镐剑姬死回家。但这波鳄鱼只拿1个助攻，一个人慢慢处理兵线。
处理完兵线，其实我本意是想回家的，在这边打起来了，我又不得不去。靠过去看一下之后呢，发现永恩又来了，剑姬也在。那我能力有限呀，我6级，永恩也6级，旁边一个4级剑姬，很摁的呀。永恩要留我，这波技能得交稳了。1段 E， 留个2段 E 准备躲他大，他没有交大，他肯定是有大的，他刚升6的。大家都是刚升6的时间点，肯定是有大的。这剑姬在猛推线，我回家就调镀层调兵，我不愿意走，你不让我吃兵就来越我，有种把我越了。正常换血，无意间是6级打5级，我不是很怕他，拉扯一个破绽。现在 B 肯定是亏兵的，我肯定不愿意平白无故的亏兵回家，我要处理兵线，你不让我处理就跟我打。但我现在的重中之重是想办法回到家。我现在得把，但是我又不舍得亏兵回家，我得把兵线送进去再回家。我不知道打野位置，所以我这波不敢1上去中。我找到他的机会了，这波1套能打到他很伤，来不来打野我都有操作空间，但第一时间这边冲上去，我感觉机会没有那么好。并且打野有可能就在脸上，带着一大波兵线。我现在不知道剑姬闭了没有，这边是有爆炸果实，有果盘的，他吃完之后可能会从这个位置上来，所以我一直是高度戒备状态。然后这个剑姬基本功不好，你就直接给他就杀掉了。这对线感觉没什么好看的，对线这东西自己看录像琢磨就行了，很简单的。也不是很简单吧，教不会的，不是说很简单，教不会，你要靠自己去悟。8分钟把塔啃的差不多了，没什么人刻意帮我的，对吧？就是纯基本功比他好。然后这么个对线看下来，对不对？我出门装打他10字镐，这都打赢了，我此刻我看不起这剑姬，你们应该能理解吧？然后因为我看不起他，所以我上线被他杀了。一波回到解放前，才有了后面的8级打6级，大招在手，双翼勾引，他没上。8级打6级，我怕什么？然后这逼大招一套，我发现还不了手。9分钟，一波单杀，他装备也不差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就多他一个战锤。他双招完全能把战锤的装备优势给磨灭掉，而且这波我存在慢，存在挨打，我身上就一个红水晶，150点血，他这个装备砍起来很轻松的，一波给老子裤衩子都扒了，什么8分钟爆塔不存在的，这剑姬他妈9分钟给上路一塔也快拆了，这不说掉多少经验了。老子的心在流血，看着都疼。一波单杀，给塔皮吃的只剩1个，老子现在看了都心疼。完了完了完了！